大乾祖龙，终千年乱世，开万世太平。金朝风，天下颂。恭送大乾始皇归天。仙界共主，今朝福大，万仙跪颂，天地同悲。恭送万仙到主，一念天地开，一念星辰灭。魔界恭送魔尊归天。历经千载万世，修3000道果，始终回不到过去，回不到我妻女身边。也罢，3000道果，留待有缘人吧。以血为契，召唤阴魂。这是以血为契，召唤阴魂。喊够了没啊？喊够了赶紧让开，别耽误我们时间。契约阴魂只有精神力强大，祖上和某个阴魂有关系，才有1%的机会召唤出来。真当是个人就能契约啊？如此神光，此阴魂必是神明级别。不可能，他的神明机缘已经被我夺走了，怎么可能还能召唤出来？依依，爹回来了。爹，这阴魂居然是他爹！不可能，神明级阴魂乃超脱般的存在，根本不会有后代啊！爸爸，依依不记得我了？爸爸，我好想你。对不起，爸爸回来晚了。本以为散道之后魂归九泉，没想到居然能回到了女儿身边。前辈，可否让我检测一下？检测？契约者李依依，精神力1阶，契约阴魂；李道生，契约等级普通孤魂。原来只是普通阴魂，只有孤魂的实力。雷声大雨点小，孤魂连正常人都打不过。这种级别的阴魂，连给阴魂学院打杂的资格都没有。阴魂？原来如此，我是以阴魂的方式回到女儿身边。爸爸能回来，依依就很满足啦。依依放心，有爸爸在，以后你不会再受半点委屈。我3000道果，每一颗都有我前世的修为，只需消化道果，就能获得对应的修为。浪费时间。以血为契，召唤阴魂。那玉佩，南岛司命星君应召。司命星君，这是真正的神明。神明应召，一跃成仙啊！15岁就成为气神者，这是我大侠最年轻的气神者了吧？气神者送入总院。那玉佩是我女儿的东西。哼，你一个孤魂还真不要脸，看到好东西就说是你的，真把自己当神明了。那可是召唤出神明的绝世珍宝，你一个孤魂也敢要？依依，爸留给你的玉佩怎么会落在他手里？我好几天没吃饭，饿得受不了了，就去街上乞讨，他就给了我一个芝麻饼。等我吃完后，还说那个饼要100枚金币，
不然我没就把你的玉钱佩给我。他就让我拿玉佩抵呀。用一张饼骗走我女儿的玉佩，你真该死！你再敢污蔑我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李一，弃神者不可辱，赶紧把你爸带下去。爸爸，我怕。女儿别怕，今天爸给你出头。什么狗屁神明，在我面前连觐见我的资格都没有。李道生，神明不可直视，更不可冒犯，赶紧下来！神明算什么东西？给我滚！我是不是眼花了？神明居然在消散！星辰隐退，神明退让，一言震神明，他到底是谁？哼！交出玉佩，饶尔不死。监测仪器肯定是坏了，普通孤魂怎么可能逼退神明？他一定也是神明。我不过是不想消耗精神力灭杀蝼蚁罢了。真以为你能叫嚣神明？哼！吓死我了！原来是秦仙子不想跟蝼蚁消耗自己的精神力啊！不过这孤魂能死在神明手下，也足以吹嘘一阵子了。秦仙子，区孤魂，何须您等消耗精神力，洒家来给你收拾了。区孤魂，也敢挑衅神明？今日洒家教你做人！居然是豪强级别的阴魂，那大刀上的血光，这瞬间得杀不少人吧？鲁达，叫洒家来坐镇。鲁提辖，给我锤死他！就一个孤魂也值得洒家出手？小鬼，你不配死在洒家刀下，自尽吧！滚！好胆！洒家今日教你做人！哼！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！这他妈是孤魂！孤魂能一巴掌拍死豪强？难道说这孤魂真有实力？啊！一巴掌拍死豪强，这李道生绝不会是普通孤魂。给我滚下来！找死！哼！嗯。依依，怎么回事？精神力怎么这么弱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修复精神力的药物。你刚才强行动用实力，榨干了你女儿的精神力，再不修复，她就会变成白痴。精神力是什么意思？我出手为何会影响到她？等你女儿入学便明白了。玉佩先放在你那里，你若敢损毁，9天10地，我必诛你！哼，蝼蚁！秦仙子，天梯维持时间有限，小小孤魂，我来解决。哼！精神力便是维持阴魂战斗的基础，精神力越强，阴魂的状态以及完整实力越强；精神力弱，则阴魂实力无法完全施展。当然，李依依的阴魂是个例外，精神力从低到高，分别是1到9阶。1阶是普通人的精神力，2阶精神力可以保持22小时精力充沛，同时精神力提升至4阶以上，还有一定概率契约第2位阴魂。达到7阶以上，精神力会发生质变。好险，
要是我消化完道果，施展神明的实力，那依依就危险了。等他精神力达到7阶以上，我才能慢慢融合世界树本体，恢复血肉之躯，不受阴魂之体限制。老师，那为什么秦姐、秦大骗子能用神明的力量？嘘，依依，不可胡说。秦仙子本身的精神力就有3阶，契约神明之后，神明会反哺他的精神力。不过在没有达到7阶之前，他也不能完全出手，否则会损伤精神力。难怪他不屑出手，原来是不想损伤自己的精神力。此外，新生入学有3天的修炼和了解阴魂，在此期间修炼资源不限。3日之后会召开一场新生大比，学院会根据新生大比分配修炼资源。新生大比？爸爸，这是老师给的丹药，能提升精神力，还有修炼精神力的功法。爹给你修改了一下修炼功法，你修炼累了，就吃一颗丹药提升精神。爸爸也吃啊，老师说阴魂也是需要培养的。爹不吃，依依变强大，我才能变强大。那依依要努力变强。第一，你的阴魂是豪强级别，那就加入我们豪强帮。从今以后，任务一起做，奖励一起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女儿不想加入你的帮派。在学院不加入帮派，你连修炼资源都挣不到。龙不与蛇居，你们缺少修炼资源，那是因为你们弱。啊？李道生是吧？不加入帮派，你以为你能在学院混得下去？3天后的新生大比，没有帮派撑腰，你们连名次都得不到。依依，朱豪的精神力达到了2阶，能完全释放殷豪的实力，居然也扛不住一巴掌。哼，现在嚣张有什么用？不加入豪强帮，等新生大比，他连前50都进不去。依依，只有弱者才会抱团取暖，不必搭理他。依依明白了。至于3日后的新生大比，爹会带你登上顶峰。我阴魂学院创办的宗旨，旨在维护大夏安宁，荡邪魔，诛贼寇。然资源有限，凡入学新生想要获得修炼资源，只有2条路：第一，参与学院任务，获得贡献值；第二，根据新生排名分发。这里有100块石台，谁占据我脚下的1号石台，谁就是此次新生第一，享3倍修炼资源。每个月免费给予500贡献值。你们可还有什么问题？院长，万一我阴魂实力强，但是其他人不服气，联合其他人围攻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击败围攻者同等级别的3个阴魂，就能确定排名。院长，万一我的英雄是豪强，有英雄故意针对我怎么办？那就把你的位置让出来给他。如果他击败你是为了帮其他较弱的人占位置，那本院长自会秉公处理。香烛燃尽时，排名确定。弟弟啊，我们去哪块石台？自然是1号。他疯了！蠢货！一炷香才刚点燃，他就算有点实力，也挡不住众人的围攻。你们一起上吧！好光的豪强，找死！跳梁小丑罢了，要不是一炷香刚点燃，你以为你能站在1号石台3秒钟？
连夺魁的勇气都没有，高看你了。我不等了，一个豪强能治在你们头上，我也能。樊哙，弄死他！妈的，上次俺就想还手了。豪强帮想出风头是吧？韩信前辈，请滚下去，我饶你一命。好。汉初英雄韩信，这可是历史上的古之名将啊！哈，听说英雄级别的阴魂都有特殊技能，不知道韩信的技能是什么？精神力要吃了吗？吃啦，爹爹放心出手吧。那就好。英雄只不过是见我的门槛罢了。哈，他居然是英雄级别！天下英雄皆知名，可我翻阅了史书，为何没有叫李道生的英雄？他的英雄气场无限逼近帝王，只差一步便能登临帝位。莫非是历史上某个对他没赢过的太子？不，他自称是李依依的父亲，不是古时候的英魂。回头你们调查一下，李依依的父亲是什么身份？爸爸好帅！韩信，全力以赴！明白。夺命13枪，第1枪，枪出如龙。汉代英雄韩信就这么败了？只要再击败一个英雄，他就能站稳1号石台了。全都一起上吧，别浪费我女儿午休时间。你这是破坏规矩！啊，规矩并无不可。1分钟后排名确定。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，不成帝王终成蝼蚁。有请成帝司马炎。你再嚣张也不过是英雄，英雄何敢斗帝王？请扬帝杨广。大胆逆贼，还不跪下！见帝不拜，是为乱臣贼子。天下英雄再强，你不可能斗得过黄泉。不错，英雄气场可镇妖魔鬼怪，而帝王威压一出，5天之下莫非王臣，莫非王土。可惜了，英雄终将败给帝王。爸爸，我扛得住。好，爹让他们看看，真正的帝王。给朕跪下！不可能，同样是帝王，你的威压凭什么比我的强？剥夺帝王大权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传说级英魂，也没资格剥夺别人的帝王大权吧？除非他是终结乱世、一统天下的开国皇帝。难道是祖龙？不能让他彻底剥夺，否则我学院会损失2尊帝王。
排名结束，李依依当为新生第一，还请道生皇帝手下留情，留他们帝王之位。依依，这个玉玺给你玩。谢谢爹爹。这可是传国。这是我女儿的玩具。依依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搬去甲子1号房居住。凭这枚玉牌，可随意领取修炼资源。谢谢院长。祖龙般的帝王阴魂，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几个呀！真羡慕李依依，有个当皇帝的爹。稍后，各位会根据排名分发资源，并且新生级别的任务会随之发放。新家主李依依的父亲是帝王。刚在阴魂学院分院传消息过来，李依依的阴魂是帝王级别。何意？你夺了人家的机缘，迟早有一天会找上门来报仇。哼！我的意思是，趁其还没成长起来，解决。随你一个蝼蚁罢了。但他要是和祖龙一样的存在呢？大校内禁止厮杀，内无暗杀，但要是外出出事呢？爸爸，我们有家啦！学妹你好，我是你学姐周仙仙。佛家悟空，你们好。皇帝陛下，你也不想你女儿不交朋友吧？爸爸说无事送礼，非奸即盗。一些滋补灵魂力的药物不值什么钱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。慢走不速。你不想听听条件？没兴趣。我的精神力达到4阶，能最大程度发挥出你的实力，并且我还是武家的嫡系弟子，将来有机会得到升级之物。难道你不想升级为传说？传说，展开说说。就知道你感兴趣。我武家乃是神明世家，有尊神明代代守护我武家。凡我武家嫡系子弟，最低都能契约帝王级别的阴魂。帝王会甘愿和你武家结契？虽然人死之后，阴魂大部分会回归阴灵台，成为无主之魂，但他们的记忆不会消失。只要曾经的契约者后代契约召唤，他们很乐意应召。这就是世家的血脉之力。那升级之物呢？阴魂想要进阶很难，从普通进阶到英豪，需要杀10个普通阴魂及1个豪强；从英豪进阶到英雄，则需要历史留名；而从英雄进阶到帝王，需要百姓臣服；从帝王进阶到传说，需要开创学派，传播思想或信仰等，如儒祖、老子等人物，开创学派才行。原来普通阴魂进阶这么难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是否跟我契约？爸爸，大姐姐要买你。你们不是来交朋友的，请走吧。我得提醒你一下，普通人很难给你晋升之路。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请。爸爸，如果他们能给你……你只要相信爸爸很强，不需要他们的晋升之路。只要你精神力提上来，爸爸就会越来越强。爷爷会努力的。道生皇帝，请来执事阁一趟。
跟我们无关。我们刚走没多久，也被院长叫来。道生皇帝，有个任务需要你去一趟。任务？什么意思？在解释之前，我先跟你简单讲解一下大夏的英灵学院。大夏英灵学院共有9大分院和1个总院，镇守大夏9个险境。而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第5分院，负责镇守万鬼窟。所谓万鬼窟，便是怨气特别重的鬼，死后不入轮回，进入鬼窟修炼，祸害一方。同时，这个鬼窟也在边境线上，经常会和其他国家的契约者发生争斗。你女儿是新生第1名，本可以不用去，但现在帝王级别的人手不够，而你又太强，所以才想请你走一趟。当然，去不去还是由你和你女儿决定。不好意思，我女儿见不得这些东西。道生皇帝，你要是愿意去，我们学院愿意拿出龙魄，帮你女儿稳固精神力，并且将精神力提高到3级。爸爸，我想去。好，我去。你们也下去准备吧。任务完成后，请加入宝君女进入总院修炼，并且让你跟在秦仙子身边修行。道生皇帝，他回不来。还有李依依。此次任务镇压鬼窟，任务由道生皇帝、悟空以及周仙仙指挥。是。院长交代过，凡是外围的厉鬼和邪祟，直接斩杀。依依，怕不怕？有爸爸在，依依不怕。这里的厉鬼实力介于英豪和普通阴魂之间，交给学院学生解决就行了。是鬼狼，鬼王级鬼狼，我来对付他。请幽王点火，以系诸侯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多鬼王怎么敢离开鬼窟？4头鬼王，这跟情报上描述的不一样啊！看来鬼窟出事了，不然鬼王不会离开那地方。早点解决，早点回家，不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鬼窟出事了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鬼王就不止这4个。结阵！先对付鬼王，我对付2个。道生皇帝，你和悟空各自对付1个。有请大皇帝一扫乾坤。策哥、于哥，助我！这是什么戏法？大皇帝实力不足，但他的兄弟很强，只是缺少帝王气。3头鬼狼你解决了？
这怎么做到的？这有多难？你真是皇帝吗？不然呢？皇帝虽然有自己的特殊之处，但没有一个像你这样，以如此简单的手段灭杀同等级的鬼王。真正的皇帝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能，横推一切才是王道。云吞阁下，那些鬼王杀不了李道生，还是得办葬出手。合作的代价我收到了，但是只杀一个帝王还满足不了我。银魂学院的人，我要全吞了。随你高兴。传说中的办葬，你的后代恳请您灭杀英灵学院之人，壮我帝国之威。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用处很大哦。这些东西可以用来炼制阴魂需要的武器，也可以用来炼制恢复阴魂损伤的药材，价值昂贵。哼，没伤过，不知道。万鬼离苦，鬼王进出！快向学院求援！鬼王行动太快，一旦彻底将我们包围，我们就会失陷在鬼域之中。很严重吗？